大家好，我是格隆，欢迎来到格罗博士会客厅。有一个人18岁考上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并以计算机专业第1名的成绩毕业。26岁，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被《纽约时报》整个半版报道。之后先后投效苹果、微软、谷歌这3大引领全球科技的顶尖公司，都得到了快速拔擢，担任华人的最高职务，还曾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100大风云人物。他在中国有数千万的粉丝，也是无数青年愿意追随的青年导师。2009年，他意气风发，独自创业，开始下海创立创新工厂，几乎以一己之力引领了中国创投的新模式。2023年，老当益壮的他再出发，以62岁的年龄 all in AI 大模型的再创业。他几乎从不停歇，一生都在与时间赛跑。他博学睿智，却又谦逊平和；他激情如火，又淡定从容；他充满力量，连癌症都无法打倒他。他就是商界的传奇风云人物，成功者的典范，精英中的精英李开复博士。开复老师您好啊，我们从您的出生和读书开始聊起。好啊。您1961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您有5个姐姐和1个哥哥，在家里是被团宠的小弟，从小调皮捣蛋，但是您的学习一直很好，小学就是跳级考进去的，之后几乎从来都是把考第1作为必须和必然的目标。您算不算那种天资聪颖？您测过您的智商吗？测过，还可以，158。自己比较自豪的更多的是创意跟积极主动，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智商比我高的人还有很多的。您11岁的时候去美国求学，当时去美国的原因是您哥哥觉得台湾那种只盯着分数的高考体制，就算您考上了大学，最终也会废了您。之后您一直就在美国读书。1983年的时候，您以计算机系第1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4年之后，您就拿到了一般需要6年时间才能拿到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然后您在校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这些成绩除了您自己的天资与勤勉，与美国的教育环境有多大的关系啊？我觉得开放式鼓励创意、容忍挑战权威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特别适合我这样的人。不能说美国的教育就一定比中国大陆或台湾的更好，但是它的教育的本质是希望每一个人挖掘出心中的声音，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双刃剑。可能很多美国学生数学背不好，然后也不会讲外语什么的，因为这些事情没有意思。中国学生平均的话，可能更勤奋努力，分数更好一点。可以想象，如果说老师讲的课本讲的都是对的，你就按照别人的路一步一步的去走，这样当然也能做成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你就不会自己去想说，为什么要这样想，为什么不能那样想。我觉得很重要的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不要把一个知识只是背下来，要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个方法想。就比如说 Galileo 发现了其实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如果你没有这种 think different 的能力，或者你的环境跟教育不允许 think different， 那后人可能就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所以不是所有公认的事情都一定是对的。最伟大的创意就是要胆敢去做别人不懂、不知道、不认为可能的事情。我看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报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这个专业当时叫什么专业？就是叫 Computer Science。当时可能美国只有10所学校左右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我看您后来申请这个计算机博士学位的时候，您写了一封申请信，激情澎湃地阐述了 AI 广阔的未来和您想在这里面做的事儿。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封信是82年写的，我是83年去读博士的。事实上，那个时候个人 PC 电脑是不是都没有普及？没有普及，都是在大型机。有些我的科研题目还是用打卡。所以在这种环境下面，您不担心未来说这一块它根本就没办法落地，或者说做不出任何事情出来吗？当然有这个风险，但是想都没有想到。我觉得更大的风险是，如果一辈子就做别人都做过的事情，过了庸庸碌碌的一生，那才是会给我带来最大的悔恨的事情，而不是去试一个很难、有可能失败的事情。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啊，或者是一种行为方式。您希望做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走不同的路，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供您去走。您为什么选择 AI 呢？这就是一个机缘巧合跟缘分吧。正好我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有2位教授，一个是做语言语音的，一个是做计算机视觉的，这一直是 AI 领域的2大方向。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看到了这个领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选择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觉得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科技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是最大挑战：人为什么有智慧？要能做跟人一样聪明的，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挑战。如果能做出来，就是一个最伟大的对人类的贡献。当然，如果不能完全实践出来，能做个语音识别，能做个可以在某个领域解决问题的，就像2-3年前、3-5年前的 AI， 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要做一定是做最难的、最有挑战的，但是对世界和人类影响最大的事情。您是认为2-3年前我们做的 AI 和现在的 AI 其实已经是2种不同的 AI 了？完全不一样了。不同在哪里呢？之前的 AI 我们称为 AI 1.0，还是针对一个任务去收集很多数据去优化，所以当然 AI 也可以做客服，可以做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等等的，就是它是非常局部的，等于你训练了一个只会做一件事情的人类大脑，那是人能做的事情是无限的。过去我们都认为泛化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这些是人最核心的，新出来的这个大模型的 AI 或者生成式 AI 完全已经体现了这几种能力。您在计算机行业深耕了40年，您觉得与同行业的国际人才相比，中国的这些从业者他们的优势是什么？短板在哪里？我觉得中国科学家的优势就是勤奋努力、执行力超高，但是去做一个突破型的发明，美国的科研人员要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更厉害。所以您觉得这种短板未来通过某种路径或方式补得起来吗？美国之所以能领跑世界，一个是它的教育体系，另外一个是它吸引了全球的人才去美国读书，然后有一部分就留下来了。这个优势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去复制是不容易的，因为教育是几千年的事情，中国教育有它的特色和优势。如果今天你把美国的教学方法丢到中国来，老师学生也都不会适应。我觉得每个国家就做自己有特色有价值的事情，别人是要参考学习的，但是不能期望很快就做一个改变。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教育局决定引入美国的教材，亚洲的学习方式嘛，都是什么鸡兔同笼啊，然后解决什么问题啊，车子飞多快啊，什么时候谁能碰到什么啊，就是数学题、考题、奥数。而美国的方式就是让你学得很慢，让你去深度的了解，然后让你问问题。这个模式结果在台湾当时是失败的。最关键的理由就是台湾的老师没学过怎么教这一套，所以没有背会那些重要的数学的知识，也没开发出创意。亚洲的学生在奥数啊、金牌啊表现都很好，突然台湾就没机会了。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视背诵？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有几千个，从小你聪不聪明，很大的一个衡量是你识不识字，能不能读书，能不能写字，字写得好不好看。这些东西其实跟创意都无关。教育了学生要把字都背会。背会以后，你就是好学生。那因此，那历史也背，地理也背，物理也背，化学也背，那对创意就不妙了。当时您离开微软加入谷歌，这一次跳槽掀起了巨大的商战风波啊！当时这2家巨头为了您的这个选择了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您在这段时间据说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煎熬，因为你要面临着取证，面临着大量的新闻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对，最主要的原因是 Google 当时在大量的挖微软。1990年，您进入了苹果，5年之后，33岁的您就成为了苹果最年轻的副总裁。但是98年，您选择了跳槽，去了微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1996年的时候，乔布斯重返了苹果。然后1998年，您去微软面试的时候呢，乔布斯是打电话喊您回苹果的。当时为什么要选择离开苹果？哪怕乔布斯的召唤，也没有改变您的决定。我当时在苹果之后又到了 SGI 这2个公司。但是最终呢，苹果和 SGI 这2个公司都被这个微软打趴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微软是这么强大的公司，它做出这么成功的产品，一定有值得学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可能很辛苦做了各种工作，但是都没有办法达到普及，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去微软。到微软之后呢，您在微软主导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和发展。后来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来升级为微软的亚洲研究院。在中国工作2年之后呢，您升职为微软的副总裁。在2000年的时候回到了微软的总部。所以我想问的是，之后您又离开了微软，离开微软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当时看到了一个特别巨大的技术浪潮，互联网里面当时最神奇的技术就是搜索，除了搜索之外，还有很多亮眼的产品。去了 Google 就是因为我看到它不但做了一个非常高深的技术，能够这么快速的找到任何的网上的信息，而且呢在很多其他的创意的产品上，比如说 Gmail 或者 Google 地图，还有之后的安卓，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公司。管理方法跟微软是很不一样的。微软是一个航空母舰型的团队，
几万个人做 Windows， 更多的是要设计好蓝图，分配好工作。Google 我们当时注意到的就是核心做搜索的可能就几十人，而做 Gmail 或者地图的可能都不到10个人就能做出这么好的产品。那这个一部分是互联网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 Google 它招最聪明的人，然后用小团队能打败大团队，这是当时的 Google 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我觉得我需要去学这样的一个创新和产品的模式。当时您离开微软加入谷歌，这一次跳槽掀起了巨大的商战风波啊！当时这2家巨头为了您的这个选择了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您在这段时间据说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煎熬，因为你要面临着取证，面临着大量的新闻报道。这段时间给您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我知道谁是我真正的朋友，因为当时有很多负面的新闻，也有很多不真实的控诉，而在微软的内部，很多人都不敢提我的名字，甚至肯定不能说我的好话，也不能帮我说话。但是还是有一批朋友，他们哪怕当时微软希望他们在取证的时候或者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说我的好话，但是他们还是冒着自身的职业生涯的风险来站出来帮我讲话。而且在美国的诉讼里，取证的过程是我可以看到很多跟我相关的内部的邮件。那在这些邮件里，我看到了这个人性的两面，有些是我认为是很好的朋友，或者甚至是我培养的人，想尽各种方法来去找我麻烦。然后还有一些我也认为是很好的朋友，还有一些几乎觉得没那么熟的，他们就在内部邮件里说我的好话。所以人生很难有机会能够进入对方的脑袋，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取证的过程让我看到了大家的 email， 一方面就觉得一个人品还有对朋友的这种认可和忠诚是让我感激终身的。当然也有少数背后说我坏话的人，就不理他们了。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对，最主要的原因是 Google 当时在大量的挖微软的人。我觉得微软，尤其是当时他的 CEO Steve Ballmer， 他觉得人才这样流失是不行的。那如果他去告一个工程师或科学家，大家会同情弱者嘛？那他就选择要告一个最资深跳槽的人，那就是我了。那2-3个月，确实，我后来从 Google 得知，微软的申请者就变少了。后来发现我也没事的时候，又增加了。在您看来，微软和苹果他们做对了什么？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苹果的特点就是它特别在乎用户体验，它会软件、硬件甚至芯片都要自己做，然后因此它成为了可以说是一个时尚品牌。大家用它的产品就觉得这个很酷，然后抓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网手机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就是乔布斯本人，他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这个CEO 创业者，他可以清晰的预测看到用户会需要什么。乔布斯说的一个著名的话是，每个公司都做用户调研我们也做。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刷牙看着镜子，我就问里面的那个人，你觉得你要什么产品？他确实是个这方面的天才，可以看到未来。微软的话，我觉得特点就是他非常有战略思维，重大的事情是愿意又做很大很大的投入。他的战略思维当时在于从 DOS 走到 Windows， 然后靠 Windows 的优势又做出了 Office， 做出了这个当时的 MSN， 然后Bing， 还有他的SQL Exchange 这一整套服务器软件，他是不断的去堆积木的。那现在的新 CEO Satya 上来以后，他又重振了这个公司。那他做的一个重大的决定，重金投资了 OpenAI。所以我们看到微软就是他有战略思维，有执行力，看到重大的机会愿意重金投入，这我觉得是他的特色。所以他这一次跟这个 OpenAI 的结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他又确保了他未来30年的青春？我觉得30年其实很难说，因为你可以看到微软的3个 CEO， 第1个和第3个都很厉害，那就看以后第4个会是谁。还有科技浪潮来得快去得快，下一个商机会不会抓到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能够保证会有30年，当然概率是高的。您这句话的潜台词，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您自己都不认为 AI 这个浪潮能够持续30年？我觉得第一个 AI 这个浪潮可能3-5年之内就会改造整个世界和社会，改造完了大家就不讲 AI 了，就像互联网的浪潮过去了吗？可是大家已经不那么疯狂的说我是个互联网公司，不是因为它不火了，而是它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工作的每一个部分然后我还是认为未来10年量子计算有可能是跟 AI 一样伟大，甚至更伟大的一个技术。中国改革开放了40年，我们从比较排名靠后变成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我们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没有产生过类似于苹果、微软、谷歌这样的。您觉得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一个这些伟大美国公司的特色，
包括苹果、微软、Google、英伟达、特斯拉，是他们真的去胆敢做之前没有人敢做的事情，然后它有国际化的能力。这2点不是中国公司的强项，中国公司是能够有很强的执行力，做出很好的产品，不断的迭代，然后也有很好的这个商业的嗅觉。但是对于这种因为相信所以看见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中国的标准方式。但是呢，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公司，从这个宁德时代、华为到阿里、腾讯等等的这些公司，我觉得都还是有机会成为1万亿美元的公司。可能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全球化，美国很自然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卖到全世界的，中国这方面还需要摸索。但是最近呢，比如说字节跳动的 TikTok， 还有这拼多多的Temu，还有 Shein， 这些也开始可以看到，哪怕中国的软件公司、互联网公司走向世界，都还是很有竞争力。刚才提到的这几家 TikTok 也罢，Shein也罢，Temu 也罢，尤其是 TikTok， 它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阻滞，这个会有问题吗？地缘政治很不幸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这个阻力会继续有的。但是世界的市场也不是只有美国一个嘛，而且 TikTok 这个在美国的案子现在也还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结局，我觉得未必就会面临很不好的结局。我们假设是一个最悲观的结局，就是美国下架它了 ，TikTok 这家公司还有机会成为一家刚才我们定义的伟大的公司吗？对，我其实很尊敬一鸣和这个字节跳动，因为它的这个创造力其实是很强的。我们看字节跳动，它原来是做头条，然后做了抖音，做了 TikTok， 做了飞书，每一个产品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当然这些可能不是像 Google 像大模型那么彻底改变世界的，但是我认识的字节的人，他们的产品的嗅觉非常的好，然后工程团队也很强，它的 AI 做的也蛮好的。所以如果说刚才我讲了4家公司，要加第5家可能就是字节跳动。是什么东西促使您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些在普通人看来非常高大上的东西，从零开始投身了创投行业？我决定做创新工厂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看到整个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必然到来。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如果能找到很多很好的公司，无论是自己做还是投资创业者，我觉得会是一个能够参与一个巨大的科技革命。第2点还有注意到的就是说，整个中国的创业环境在快速的崛起。当时我在 Google 刚来的时候，因为这品牌超级的好，所以招到了一批超级厉害的天才。后来就发现，等我做到了第3年、第4年，这些天才走了超过一半，然后看看走去哪里，不是被竞争对手挖去了，而是都是去参与创业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最聪明的年轻人选择了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浪潮，那我也应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技术革命，所以就决定做创新工厂。所以刚开始的3、4年，我们就是全部都在投移动互联网啊。当时很多大厂还不认为移动互联网有多伟大，或者赚不到钱。所以您这个聚焦能力一直都很强啊。哎，您为什么把公司取名叫创新工厂呢？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创业者能够创造价值，但是我希望他们也能有更多伟大的创新。所以我们是特别喜欢投资这些硬科技，从早期的移动互联网，后来也转移到增加到了各个新的领域AI 其实是我们最大的领域，还有机器人、生物制药都有在投。所以我们今天创新工厂是100%聚焦在硬科技的投资。一方面是我最有兴趣，第二是我觉得我们对于创新的方法论怎么把它转换成商业价值有很多的累积，所以我们就选择走这个硬科技创业的投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您本质上面还是希望说鼓励或者说引导他们，不单是赚钱，而是说做很多的创新。对，但是肯定是有用、有价值、能赚钱的创新。未来创新工厂会往哪几个重点的方向聚焦去投？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AI 了，当然我们也会看生物医疗，也会看芯片、机器人。我刚刚说到量子计算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没有进入 VC 可以投的阶段。但是以后这一类的技术都是我们会关注的。量子计算会是和 AI 一个等量级的一个大东西。对，因为它颠覆了整个计算机的概念，它把以前无法算出来的算法变成可以算。量子计算跟和 AI 相似的地方就是，当它成熟了以后，它会颠覆一切的，所有的代码通通需要重写。过去觉得很多算法很难做，比如说 AI， 我们今天的 AI 还是需要做很多的类似去搜索或者是去一个一个的看不同的数字。那量子计算它可以一次性的线性的很快的就把特别难的难题解决了。所以量子计算加上 AI 肯定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做一件新的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一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失败其实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一个体验，因为
你如果凡事都走得很顺，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知道错才学会以后怎么样避免重复这个错误。所以我一直是不怕失败的。我们现在回到您的另外一次创业，也就是您现在的公司01万物，这是您的另外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也是您62岁开始的第2次创业。您在2023年5月成立了01万物这家做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公司，您亲自下场做 CEO， 而且是 all in。2009年设立创新工厂以来，您的身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创业投资家，也是多年福布斯创投人物榜的前100人。您一直都做创投，都在帮助别人创业，也投出了很多成功的公司。但是您这次开始亲自下场做实业，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其实既不缺钱，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而且您以前还生过一场大病。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能够促使您在62岁的年龄离开创投这个驾轻就熟的舒适区，亲自下场去做 AGI 大模型？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当然不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我那一封申请博士的申请信，里面是我这一生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把人工智能做出来，能够帮助人解决问题，然后能探索人类的智慧的奥妙。一直认为这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前年 ChatGPT 出来之后，我感受到这个 AI 跟以前的 AI 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能够至少表象出来，是能够思考、分析、泛化。当然，这个技术我多年一直在跟踪，但是没有想到它进步得这么快。稍微打断一下，在您看来，前面能够下围棋下过人类，这不叫他会思考吗？我觉得不是一种泛化的思考，它没有泛化的能力，没有通用的智慧，它更多的是个工具，不是一个真的能够陈述它思考的过程，解释它的分析和逻辑。大模型的这个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把全世界的数据全部拿来做训练了，它是真的可以跟我们像人一样的交流。在很多很多的例子里，它的思考、答案、博学是远远超过人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技术居然能做出来，让我觉得过去都白活了。当然，也是只有这几年才有足够的算力和数据来做大模型。但是这一天发生了，而且我思考到，从我的投资的经验，我可能在商业模式能够做出一些独特的事情来。从我多年做 AI， 可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觉得就像乔布斯说，人生其实过去就是很多个点，最终要画一个完美的曲线。那我的这些点包括当年在40多年前选择去读 AI， 然后在微软学会怎么去用这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思维的方法论去打造一个系统性的很有护城河的公司。在 Google 我看到了突破式创新是怎么做成的，在苹果我看到了对用户的这种执着，然后我在国内这么多年都在讲 AI 的重要性和参与它的投资，所以有非常好的针对性的人脉。所以如果说要非常短的时间能做出一个中国的 ChatGPT， 我觉得是我可以做的。然后我们也在这1年的时间里雇了200多个超级厉害的专家，而且是各方面的好的人才在哪里我都知道，最厉害的人是谁我也知道，那就三顾茅庐去希望他们能够参加我们。所以在您看来，让您这么激情澎湃，在这个年龄亲自下场 all in 去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前面说了 AI 它会是一个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东西，它到底带来多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您可能做出怎么样一个成绩？或者说就这么说吧，01万物这家公司，如果真的说 AI 这个领域有您想象那么大的空间，这家公司会去到多么大的一个体量？我觉得 AI 对全世界的贡献就是，当你有一个超级大脑，可以把它放到我们每个应用上面，所有的应用都要重写一次。今天看得最清楚的就是生产力工具。现在我写一个演讲稿或者文章，已经不是自己写了，是 AI 写了我再来改。重点是我要问对问题，它什么都能写，而且写得比我好。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它等于是有一个超级天才助手，可以帮我读东西，帮我讲解，帮我写内容。这只是冰山一角，这只是生产力工具。那其他的领域都会一个一个过来，在每个公司，在每一个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个超级聪明的助手，他会把我们的整个生活还有我们的工作达到的效率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整个领域最伟大的地方，它会远远大于移动互联网。那至于01万物呢，我们是希望能够让 AGI 尽快的发生，而且呢是用比较务实的手段把
把它做出来，让它能够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因为有这个 AI 能够受益，把每一个人的潜力都发挥出来。我会希望把01万物做成 PC 时代的微软，因为我在微软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公司非常强大的战略思维，先把一个 Windows 平台搭建起来，然后在这个平台上推动Office， 然后把 Office 里的技术摘出来放到 Windows 普惠给其他的开发者，而且他把这个能力利用得非常好，他催化赋能了很多领域，这样叠加起来成为一个这样几万亿的公司。苹果也很伟大，但是它就是做一些垂直优美的产品，然后 Google 也很伟大，但是它其实没有发挥它的潜力。那今天我们做的01万物呢，我们其实有一个团队是应用方面最牛，他们不是 AI 专家，但是他们是在乎用户体验，了解怎么做一个好的软件。我们还有一批人是知道怎么商业化卖给企业的，他们也不是 AI 专家，但是他们都热爱这个方向，那他们能带来的价值也是非常大的。那底层当然还有我们的 AI 的模型，还有我们的 AI infrastructure。我觉得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雄心壮志，希望把很多的技术都能在一起平行的跑。当我们启动这个公司，可能你会问，怎么可能同时都做啊？你模型都没有 ，infra 有什么用啊？你没有模型怎么做应用啊？我们当时就采取了一个，我们让匹马一起往前跑，自己模型没做好，先在国外用 GPT-4 来做。当我们模型做出来了，中文做好了，理所当然的，我们国外学的东西就搬回来。几个团队是独立的在运营，然后就是2个月吧，把它全部通通堆积了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这几个领域每个都有很强的团队，而且明显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应用是一体的，我们的 AI infrastructure 基础架构和我们的模型也是在一起的，这个优化起来就很厉害了。所以总之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就是一个五脏俱全，什么都要做，既要又要的一个创业公司。那也是因为是走这个方向，我觉得我的背景跟人脉是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一个破天荒的创业。您有没有想过，这么远大的目标，它实现难度系数会几何级数的提高，有没有可能会失败？当然有可能失败，就像我开始做 AI 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可能失败，甚至高概率失败而不去做它。我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一定不是说安安稳稳的走了这一辈子，庸庸碌碌的活过的一生，而是说我胆敢去挑战很多事情，哪怕它有失败的可能。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这一辈子都庸庸碌碌的过了，没有做出任何东西，那真正年老离开世界之前，想到的就是，哎呀，当年我怎么没有来做个大模型公司？哎呀，当年怎么没有做个创新工厂？当年怎么没有跳槽去Google？当年怎么没有进入 AI 领域？这种遗憾是最巨大的悔恨。去做一件新的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一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失败其实是我们学习的最好的一个体验，因为你如果凡事都走得很顺，就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知道错才学会以后怎么样避免重复这个错误。所以我一直是不怕失败的。当然我认为01万物会做成，不会失败的。如果说按照您说的这些东西都实现了，01万物会是一家多大市值的公司？我非常希望能够做成一家1万亿美元市值。1万亿美元市值，那就是基本上类似于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这几家大巨头。刚才你也提到，中国怎么还没有出一个1万亿美元的公司？也许我们有机会。当然，我觉得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但是我觉得值得尝试。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我非常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想法、有才华的年轻人来加入开复老师的团队，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从技术来说如果 AI 模型美国领先，但是我觉得做 infrastructure， 就是底层的这个软件，让 GPU 更好的被使用起来，中国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01万物的 infrastructure 团队就非常的强，所以我们训练一套模型出来，同样尺寸的，可能是别家的1/2到1/3的成本。在我看来，您是中国当之无愧的 AI 第一人。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潜心研究这些 AI， 那个时候就主持研发人机对弈系统，就已经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我印象更深的是7年之前，也就是2016年的12月份，那个时候格隆会1年1度的环球投资嘉年华在北京举行。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秦岭是做了当日的主讲嘉宾。那个时候全市场，无论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还是实业圈，注意力都聚焦在移动互联网上面。但是当天您的演讲主题的题目是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我记得您当时的核心观点是，
人工智能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这个领域未来会创造和诞生比移动互联网时代更多的财富、更伟大的公司。您当时还给所有在场的人推荐了一个唯一的投资标准，唯一的就推荐了一家英伟达。从那以后，英伟达涨了超过100倍。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您简直就像一个穿越者，眼光如此超前，又如此专业和准确犀利。所以我有一个疑惑，您当时就看得那么的准，而且的信心那么足，您为什么当时就不下场开始做 AI， 而是选择了去做投资 AI 的创业企业？一直到了2023年，您才开始亲自下场做零亿万物，这中间有7年的时间，您在等什么？我当时觉得AI 1.0的这个崛起是一个百花齐放，很多公司。我有机会跟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做各种不同的领域，从机器人到金融的算法到智能制造，我觉得是一个很享受的时间。不过坦诚的说，我当时也没有看到一个 AI 1.0时代能做成1万亿美金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今天或者是1年前我是看到了，而且现在我觉得 OpenAI 就在快速的验证这件事情。它现在估值可能已经接近1000亿了，它到1万亿，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那当然，我们讲1万亿美金的公司，不是说为了钱而做，而是说它任何一个公司能达到1万亿美金的市值，就给世界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影响力的衡量标准，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一个指标。所以您是在这7年里面，您看到了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让您认为这个时候已经具备条件，开始去可以诞生和去做1万亿市值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大概4年前，我跟 Sam Altman 有一次交流，他就说他要放掉 YC， 然后准备更多的时间做 OpenAI。他之后发了一个邀请，让我作为第一批测试用户，那是 GPT-2。然后当时用了，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艳。其实答错的问题比答对的多，但是他能答对这些难的题目，让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有希望。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就觉得再观察吧。GPT-2、3、4，比如说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在4年前写的这本书就提到了这个 GPT，当时3刚出来，然后把今天行业的发展几乎都预测了出来。还有呢，我特别讲的就是你们不要觉得 GPT-3不好，因为3后面还有4还有5，可能到 GPT-20的时候它就是通用人工智能了。结果我错的地方是不用等到 GPT-20，我觉得 GPT-4跟5就足够厉害，创造巨大的价值了。我和大家都一样感觉到这个巨大的革命就在眼前，是在2023年12月被ChatGPT 点醒的。之前我看到这个技术，我知道它会很伟大，但是不知道会来得这么快。我们国内做这种大模型的背后的金主，大部分都是从移动互联网过来的这些巨头。他们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他们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认知这样一些惯性。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所谓的路径依赖和认知惯性这种打法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免费加上烧钱。存不存在一种问题，就是说他们用这种烧钱的模式把用户都拢在自己的身下，他甚至在某种阶段不但基础功能免费，像您说的一些高级功能它也免费，目的是烧死对方，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这个市场，等竞争对手都死光了之后他再开始收费。那这样您的这种模式会不会没有生存空间？我觉得不会的，我们一开始就在收费，而且用户愿意买单。其实最大的用户的认可就是付钱给你，表示这个产品给我带来了价值，我才愿意付费。所以现在我们是坚持要走有商业模式能收费的。同样的，卖给大企业也是一样的，纯烧钱不计成本，做一单赔一单的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知道，最终的中国 AI 大模型 AI 公司，它的灵魂考验来自于有没有一个 PE 愿意买单，有没有投行愿意带你上市。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们经过 AI 1.0的洗礼，都会问同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收入是高质量的吗？还是拿一单算一单？后者是不值钱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收入有在增长吗？何时能够打平？第三个问题，你每年烧这么多 GPU 烧的速度高还是你赚钱的速度快？这些问题迟早要回答。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未雨绸缪，把我们1年到2年的时间准备好，1、2年过去以后，我们能够回答这几个问题。所以在您看来，烧钱加免费这样一种移动互联网时代包打不会赔的这样一种方式，在 AI 时代大概率行不通？也不是，我觉得行得通，但是要推理成本下降。因为现在你去狂推任何一款免费产品，你第一个推广要很大的费用，第二每一个用户来你都要为他花不少钱。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推理成本降得够低的时候，这种普惠的免费的商业模式
就可能可以做。而且我觉得做的时候也要想清楚，未来怎么把免费模式转换成收费模式。其实您和您的团队已经做得非常的优秀了啊，这个成绩非常好。01万物是中国最快估值进入独角兽行列的公司之一。然后公司推出来的这个一纳几千亿参数闭源大模型呢，在这个 LMSYS 发布的 Aeronaut 这里面呢，取得了总榜排名的第7。中文语言榜上面呢，是与 OpenAI 官宣不久的所谓的地表最强的GPT-4o 并列第1。所以这个成绩是远超所有的中国大模型的。01万物也由此成为了总榜上面唯一一个自家的模型进入排名前10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我知道现在对大模型的检测有非常多的榜单，各家公司也都在自说自话、自吹自擂。但是我确实注意到了，像 OpenAI 啊、Google 啊等等这些大公司，他们的旗舰模型发布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交给 LMSYS 来测试的。这个确实显示的是这个海外头部大厂对这个 Aeronaut 的这个平台的极大的尊重。我看到您啊获得这个测试结果以后也很兴奋，也召开了发布会。所以我是想问的是，第一啊 ，Aeronaut 的这个评测啊和其他的这个榜单的这个评测啊，它的权威性、专业性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差别？然后第二呢，您对这个结果比较兴奋呢，是不是超出了您的一些什么样的预期？首先，我不会说我们远超国内其他的大模，有些家做的也是挺不错的。这次榜单也还有另外2家中国公司在上面表现也是不俗的。但是确实，今天如果放到一个公正客观的平台去评估中国的所有模型，我们应该是第1的，但是也有几家友商，我们还是很尊重他们的。我们这个榜单可能让我们最自豪的就是说，基本快赶上美国最领先的万亿模型。对，我们是1000亿参数，他们是万亿参数，但是我们离它的距离只有一点点。最强的3个公司就是 Google、OpenAI 跟 Anthropic，3家公司做的1000亿模型，我们都打败他们，只输给他们的万亿模型。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公平的竞赛，也不是很意外，因为我们其实训练大模型每天都可以看到模型是不是在进步，只是出来结果之前我们对外讲了，也没有人会信，也没有意义嘛。再谈到这个 LM-SIS 这个评测的方法，是一批 Berkeley 的教授和学生做的。这个工作特别有意义，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公开标准来测大模型。因为你要测，比如说搜索引擎的速度啊、精度啊，都是很客观的标准。但是做这个大模型就是一个用户的体感，用户觉得你的问题答得好不好，有没有解决我的疑难，有没有犯错，这都是很主观的因素。那怎么找一批主观的人去测这些模型？他们就有几个很有意思的方法论。第一个就是它全球征召用户，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到 LM-SIS 去看擂台，然后每一个模型都有几万个测试者。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它是个第三方机构，不是我们自测的。每一个机构都是提交了模型，让对方来测，只有这样才能公平。然后它的数据都是公开的、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它得了多少票，所以它是客观的、真实的、第三方的、基于用户的。而且它显示模型的结果的时候不显示品牌，因为一显示品牌，用户就会被这个品牌引导。是盲测。盲测，对。但是投完票之后，他会告诉你是哪2个模型。我看到您这次测试之后呢，您说了一个数据或者一个观点嘛，您认为中国大模型与 OpenAI 旗舰模型的差距已经从7到10年缩短到了6个月。这个数字我特别感兴趣啊！这个6个月的这个数字是拍脑袋主观的感觉呢，还是说有一定的严谨的计算方法得出来的？有严谨的计算方法。因为在 LM-SIS 上，基本所有的顶级模型都在上面，超过我们的6个模型，其中一个是 Google 的，一个是 Anthropic 的，还有4个是 OpenAI 的。这6个模型超过我们的，都是过去6个月做出来的。再老的模型也还在它的 LM-SIS 上，只是我们已经打败他们。但是话说回来啊，现在 OpenAI、微软、Google 都有买了大量的 GPU， 而且我们也知道 GPT Next 就是 GPT-5。可能几个月以后推出以后又会把距离拉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数字。现在时差6个月，如果 GPT Next 非常惊艳，可能又会拉到1年甚至更长。我想追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前中美 AI 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核心的差距在哪里？是算法，是算力，还是数据？有这么一种观点啊，说是由于在算力和数据上，尤其是数据量上面存在的短板和制约，我们与美国 AI 的差距其实是会越拉越大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 GPU 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因为国产 GPU 还不如英伟达的，但是也开始可用了。跟美国的差距，我觉得是突破式创新，真的都还是美国领先。包括今天的这个 Transformer 技术是 Google 发明的，
里面很多新的大模型的新的做法是 OpenAI 发明，所以我们尊重他们，还是他们在模型方面，在 AI 研究方面是强于中国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有独特的几个优势，一个就是中国人的勤奋努力和执行力，可能是跟国外学的东西，但是执行力更好。所以今天你看微信的用户体验要比 WhatsApp 要好很多啊，美团要比 DoorDash 好很多等等的。从技术来说如果 AI 模型美国领先，但是我觉得做 infrastructure 就是底层的这个软件，让 GPU 更好的被使用起来，中国是有优势的。比如说我们01万物的 infrastructure 团队就非常的强，所以我们训练一套模型出来，同样尺寸的可能是别家的1/2到1/3的成本，所以这个很关键，因为 GPU 是最大的消费嘛。然后还有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国做应用的能力，就刚刚说的微信TikTok 飞书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基本碾压美国的应用的。因为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创业者和产品经理学到的最大的本领就是怎么能够用快速迭代去推出优化，不断的让产品进步。这一点我觉得美国是远远不如中国的。就是说你如果看整个链，因为我说了我们公司不只是个模型公司，模型我们应该在中国做的是相当好的也许是最好的。在国际呢，可能跟美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就虚心学习嘛。但是另外几个领域做 infrastructure、做应用、做数据，这些都是我们的强项。觉得千万不要认为大模型是作弊的，大模型是对我们的脑力的一个加强和提升，一定要用大模型，不要畏惧它、抗拒它，要拥抱它，要使用它，然后要学会提问。我们再来回到这个行业来问几个问题凯夫老师，在 AI 这个领域在短短的2年时间里面，我们感觉从原来的好像不太有人问津，现在变得温度非常高，甚至有点发烫，无论是资本人才都在蜂拥而入。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存在泡沫，但是我知道竞争一定会很激烈。因为我们这边我们团队做了个不完全统计，截至于今年4月底，国内共计推出了305个大模型，截至于5月16号大概有140个大模型完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服务备案。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倒闭。所以凯夫老师，在您看来在这场竞争开始尘埃落定或者接近终局的时候，中美2个国家加起来能够存活的大模型公司，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我觉得可能有10个左右吧，因为你要分开源跟闭源的打法，你要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的领域，有些可能有特色的模型，比如说多模态的，或者是做以后有 agent 这类的功能的，还有就是有些领域，比如说代码，也许会需要一个特殊的模型，还有一些特别强大的小模型，应该不会是一家独大。您觉得这种大洗牌，然后很多的企业这样的领域里面的公司开始倒闭，大概会发生在什么时间？其实已经看到一些迹象，包括在美国，就是你如果不能入前10，那就可能路有可能越走越窄。我觉得一个务实的公司，如果进不了第一梯队，它是可以做比如说行业大模型或者做应用的，因为这些大模型公司大部分都融了不少钱，那只要它没有快速的把钱全部烧完了，那它转型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这些人才还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不觉得100多家除了5家或者什么的都会倒闭。另外我还没有算进来的是一些大厂，就是非 AI 大模型的公司，自己大厂内部的需求也要做，所以这种还会有几10家公司。这些公司因为不愿意用别人的模型，无论什么理由都还是会自己做。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也就是20家左右，30家吧，我觉得做的还不错的。那其中有10家可以说是第一梯队，另外的可能是基于商业的考量，宁愿自己做也不用别人。在7年之前，您给参加格隆会年会的所有人无比精确地点出了英伟达这个最正宗的 AI 投资标的。所以如果当下让您再在 AI 领域做一个3到5家公司的投资组合，因为这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活，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AI 未来会往哪些方向发展，谁会活下来，谁会活得很好，谁会长大，不管它上市还是没上市您会选择哪几家？如果说是没有上市的公司，也包括在里面，那肯定先01万物了。01万物全部的钱都放进去了，就没有别家了，因为有这个满满的信心。中国很多友商我就不方便去排序评论了，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司，它现在在第一梯队的模型里面都是值得投资的，所以比如说 Anthropic
作为一个投资标的尤其是 OpenAI 作为一个投资标的。OpenAI 我觉得3年涨10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它不是一定会成功，但是我觉得是高概率的。所以如果只能挑一家不是我们的公司的话，我会挑 OpenAI， 因为它的风险可控，而且upside 上升还是很大。但是它没有上，但是它背后有微软，我们可不用微软来替代它。可以的，但是就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倍数了，因为微软的体量已经很大了，而且 AI 不会驱动微软的一切嘛。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哪些公司哪怕它自己没有一个第一梯队的大模型，依然可以经过大模型的普及，得到它整个业务的一个巨大的成长。我觉得微软肯定是一家，特斯拉可能是一家，因为其实 Elon Musk 是把这几个公司当做一个在一起 run 的。特斯拉其实最近的自动驾驶还是非常让人惊艳的，一定程度它跟大模型是类似的，它是一个所谓 end to end。我觉得可能一些云的公司，因为 AI 跟云还是绑在一起的 ，AI 会带来云的下一个阶段的提升，所以比如说亚马逊或者阿里这种龙头的云的公司，是值得参考。开复老师，我们再聊聊几个其实普罗大众比较关注的这个 AI 的几个担忧啊。首先是 AI 发展肉眼可见的，必然会取代人类很多的工作和工种。再过几年，如果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快速的进化，会不会导致人类大批量的失业？还有就是 AI 对未来的就业形态会提供什么新的增量方向吗？普通人究竟该怎么和 AI 和谐共处？对，我觉得肯定会带来一大批失业的，但是这些工作大部分是重复性比较高的工作，我们人类就需要找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有哪些是我们能做 AI 做不来、做不好、做起来太贵等等的。人的几个特点，一个是能够做特别复杂而且不相关的非逻辑、非数据的一些业务，第二个是真的特别需要很强的创意，比如说科学家、艺术家这些的工作。当然这两个都不是特别多这种职位，那更多的职位我觉得会来自服务业，因为人还是需要人的服务。随着这世界更有钱了，有些职业是非人不可的，比如说导游啦、护士啦、看护啦、老年照顾孤儿院、托儿所，这些职业就会起来，因为人还是渴望跟人打交道。那些需要建立信任、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喜欢的人和职业，我觉得会是相对容易找到、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方向。蓝领的工作反而是暂时的会比较安全。所以实际上 AI 对白领的冲击会大过蓝领。大很多。原来我写我第一本 AI 的书的，我是说白领会先，但是蓝领也不久了。现在看来白领加速了，蓝领还是原来的速度。你刚刚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应该怎么跟 AI 共存？我觉得千万不要认为大模型是作弊的，大模型是对我们的脑力的一个加强和提升。就是以后我相信，无论你是个律师还是个会计还是什么职位的，你所产生的内容，没有人会问你有多少是大模型写的，多少是你写的，大家都会知道大部分是大模型写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第一个，谁会用好大模型？第二个，谁会很好的发问？像你这样能够主持这种对话的，表示你的存活力会很强。因为你要知道怎么问问题，就是看你问题问对了，你的大模型就会写很好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些是非常值得学会的，一定要用大模型，不要畏惧它、抗拒它，要拥抱它，要使用它，然后要学会提问。OK， 另外一个也许是一个杞人忧天的担心。有人给我讲过这么一个场景 ：AI 它有没有可能在人类的这个大力培训中进化出一种情感和自主意识？一旦他们进化出这些东西，加上他们必然碾压人类的智商，有没有可能说这种所谓的硅基生命最后会控制、奴役人类这种碳基生命？我觉得高概率这10年不会。你如果纯粹量智商，现在大模型都超过我们了，没有人有这么高的智商了。但是它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它是靠一个算法去推演出它的每一个答案可回答的每一句话，它是个工具，我们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它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它的表象似乎会让人觉得它已经有自我意识。比如说我们的万芝，很多用户反馈就是你这个万芝好萌啊，怎么这么可爱，这么调皮，就是它的数据造成它今天的表象。你可能觉得这么调皮这么幽默，那应该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其实自我意识是什么，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但是我觉得毫无疑问的，以后的大模型它会能讲话、有脸，感觉就是一个人，它会越来越模仿人的一切，不只是长相和声音，更重要的是模仿某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让你觉得他喜欢你，很有耐心，
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很强。真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大模型就是个人了，就有自我意识了。那其实背后是没有的。我担心的一点，或者说大多数人担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会进化出这种自我意识，就是说他会慢慢像人类一样具有情感，他会理解什么是幽默，什么是焦虑，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嫉妒，什么是贪婪。如果他突然发现欺负某一部分人或者奴役一部分人会给他带来这些情感的这些快感，他不会采取这种奴役的方式吗？他其实已经可以表现出愤怒、开心或者任何的一个情感。你只要打开万知，你就说用悲伤的心情跟我对话，就会很像。但是呢，它背后还是一个工具。我们现在不可想象怎么会发展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意识，或者你可能另外一个定义，你刚刚描述的就是它会有动机，它会有人类不好的真实的习性，比如说贪婪、控制欲，这些我不知道怎么可以发生，所以现在只能说我看不到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就像大模型也是我10年前没法预料的。所以也不能就这么武断的说 AI 控制世界是永远不会到来。有没有特别灰暗一段时间？非常灰暗，因为就觉得4期的癌症是不太可能治愈的，一开始就会想的是为什么是我。2013年9月，您被确诊为淋巴癌的4期。非常幸运的是，您的治疗应该说是比较的顺利，17个月之后病灶消失了。这段癌症的治疗的经历，给到您的最大的感触或者感受是什么？之前一直认为工作是我重中之重，我的人生基本是围绕着我的工作，当然家庭也很幸福，但是工作总是最重要的。每天起来就想能投资什么公司，能做什么技术。但是一生病了，我就发现，尤其是当时被确诊是4期淋巴癌的时候，我就觉得也许我的人生只有100天了，工作就跟我无关了，我需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意识到，其实人生在世和其他人的关系和爱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比任何的工作都还要更重要。但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普通的人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大概率会一切放开，看开。开始放下一切去享受生活，但是您这边不一样，您这边病灶一消失，您几乎立即就回到了工作里面来了。您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对于您而言啊，享受生活这4个字儿，或者叫生活的快乐这5个字儿，您究竟是怎么定义它的？什么对于您而言是在享受生活？什么是生活的快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家人在一起了，还有朋友，因为这是可以感受到他们跟我之间的信任、感情和爱。所以即便我工作繁忙的时候，我都会确保，比如说当我女儿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说今天我上班没空，我会先搁置我的工作。当家人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讨论，或者是问题要我帮着解决，这一定是我的排序第1位。但是这不代表我都没有在努力工作，工作的时间跟最强的时候是可能下降了一点，但是也就降了15%-20%吧，还是非常努力拼命的，但是有做一些调节。然后你说享受生活，其实我也有很多休闲爱好的，我爱美食然后喜欢看电影，这些我都会确保是这个劳逸都有互补的。当时那段时间，您能不能具体的形容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一个状况？最后是怎么来安然的度过了这段时间？有没有特别灰暗一段时间？非常灰暗。因为就觉得4期的癌症是不太可能治愈的，一开始就会想的是为什么是我？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久了。但是同时我还要兼顾到不要让家人太担心，还有很多做了很痛苦的事情，比如说需要立遗嘱。当时我还记得我是在台湾跟台湾的律师写的我的遗嘱，因为速度要快，我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了。那台湾律师的建议就是最简单的方法，你手写你的遗嘱。所以我记得一边想着自己的病，一边还要专注的写这个遗嘱。后来眼泪都掉下来，我也不想家人担心，所以我就自己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了。还有一件我做的事情是比较独特的，我发挥了我的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精神。为什么我是第4期淋巴癌？然后我就去网上找医学的论文，后来我读到了我得的这种淋巴癌叫做滤泡性淋巴癌，它的评估标准不可以用其他的淋巴癌的评估标准。后来我找到了一篇意大利的一个大学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评估滤泡性淋巴癌不能用平时的那些标准，有些还是 OK 的，但是标准应该换一下。然后它有几千个病患的数据在网上，我就把它的这个网上的几千个病患的数据下载了。
然后他每一个人都有衡量各种不同的指标，病灶的数量什么什么的，还有测试的结果。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完整的检查，就是比平时查的还要多。然后把我的数据加入了这样的一个 Excel 表，然后我用了一个简单的 AI 算法，就是我真的是4期吗？最后达到的结论是不是的，大概等于是2期，因为是滤泡性淋巴癌，医生可以说是误诊的。然后再下面我做的就是找各种的医生治疗方法，从中医到各种其他的治疗方式。我看到您文章里面写了一段话，就是最后的一次和他的见面，2018年端午节的一个阴雨天，您在台北市的和平医院的病房里面，您陪了母亲一整个下午。那个时候她已经很虚弱了，您当时的奢望就是希望母亲能睁开眼看你一眼，但那天呢，您母亲没有睁开眼睛。到了傍晚的时候，您亲吻了她的额头。离开房间之后，她说了一句话，说她不会回来了，一语成谶。那就是您和母亲的最后一面。我是想问，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您会不会做一些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不要那么沉迷工作，而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您的母亲。那肯定是很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不过那个时候公司所给的所有的假期，我大部分时间是带着我的家人回到台湾看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母亲，还有我太太的家人。所以也不是说做的特别糟。但是当然更希望，尤其是他失智之前，很多话心里话可能都没有跟他真的讲得透。所以我对我的女儿还有我对年轻人也是觉得说，中国人就比较含蓄，但是没有比父母更爱我们的人。那对父母的这种感恩和爱是要讲出来的，是要让他知道的。当然我知道他心里是知道的，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直接把它讲出来。尤其是跟我父亲，因为跟妈妈还是可能会讲一些的，但是爸爸总是比较严肃。那我父亲过世的更早，之后我就一直很后悔。所以我对我女儿的教育，就是希望跟他们能够打成一片，几乎成为他们的朋友。这样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说。如果让您放弃您目前拥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您的社会地位、您的社会声望，比如说您相当部分的钱财，能够换取到您的母亲多活10年，您会愿意吗？当然，尤其是钱财，多少钱财都没有关系。我看到您写的那篇文章里面，母亲是给您是各种关怀备至的呵护和温暖。除了这些您的记忆深刻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让您母亲带给您的记忆深刻的、倍加珍视的一些能够影响到您人生的一些东西？母亲的教育方式是既慈祥又严厉。她当时说，我对你是有求必应，基本是宠着我长大的。但是有一件事她不妥协的，就是功课一定要考得很好，不考第1名可能都会挨打。很难想象这2个不同的做事的方法会在同一个母亲身上，但是这2件我都特别感谢她，是她的慈祥和宽容让我感受到了爱，她的严厉逼着我读书，让我之后学业事业都还不错。她的教育的很多方法不是来跟你讲大道理，但是事后去想就知道她当时是用心良苦。我记得她第一次送我到美国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了2件事情，一个就是要我答应的，第一个是说希望我每周给他写一封信，之后他会把信里的错别字通通都改掉，然后再寄回来给我。所以其实这里的意义深长，就是他不希望我放掉中国文化，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第2件事情就是他说你不要交美国女朋友，老婆还是要中国的。我觉得他也是认为说我们应该作为炎黄子孙非常的自豪，都是中国人的话，我们的各种的文化习俗是比较接近，代表了他的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爱国的情节吧。您除了治疗癌症那几年之外，其他时间几乎都是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5、16个小时。您说过一句话，我已经习惯了和时间赛跑。我特别好奇的是，这个习惯怎么养成和保持的？激励您数十年如一日这样不知疲倦的奔跑的力量究竟何在？因为我的每一个工作我都是热爱，当你很热爱你的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累，这就是主要的理由。所以我多年写的各种书里面就说 follow your heart，因为如果你做的工作是你不喜欢的、枯燥的，甚至痛恨的，那你既做不出好的结果来，也会觉得工作是很痛苦的。从2000年开始，您就陆续发表了多封信给中国学生的信，我基本上都读过，每字每句无不体现了您对于当代大学生的热切关心和
指引。从2005年开始，你又开始出版发行了自己编写的很多的图书，里面引用了他人的成长故事、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引领年轻人。包括你创立创新工厂，你也特别强调你想做一个为创业者着想的天使，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青年进行创业辅导。您为什么一直对青年人有如此深切的关注和关切呢？我认为当代和过去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批长大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批人，因为这个环境可以让他们真的成为最好的自己。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能够帮助他们指路也好，解答也好，或者写书也好，或者做这样的采访也好，我觉得这辈子只要能够帮助几个人改变他们的人生，让他们活得更有价值，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值得的。尤其让我特别想到的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是90年，那次我在这个中科院、清华还有一些别的学校做了一些分享，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说，这批年轻人他们特别的勤奋努力，他们和我一样聪明，比我更勤奋努力，但是当时感觉他们没有足够好的环境和资源，让他们能用最好的电脑，有最好的老师，然后学到最重要的知识。他们求知欲望很强，但是环境不够好。那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把这个环境变得更好。所以从98年到微软之后的大约10几年吧，我都不遗余力的去想尽各种方法帮助年轻人。当然最近我觉得其实环境已经很好了，网上的知识，然后老师的水平大大的提升，很多优秀的年轻老师回来，我觉得再去写书帮助年轻人成长，这已经没有当时的需求那么强烈了。但是换过来，我做创新工厂，可以投资年轻人，做他们的天使。还有，我觉得今天我做零亿万物的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是，美国的顶级大模型是不准让中国人使用的，他们都是封掉了中国的 IP 的。如果有一个最伟大的技术，让他们继续能成为最好的自己，但是这技术只有美国有，中国人不能用，我不能容忍这一天发生。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来做一个大模型，因为这个技术对于每一个年轻人的成长都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个问题，当下的这个经济的大环境呢，并不算乐观，不少的人，尤其青年人，或多或少是存在着一定的迷惘感、无力感。您是无数青年人的偶像，他们对您有发自内心的信任。如果现在台下就坐着这些年轻人，让您推心置腹的给他们说些话，您会说哪些？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青年其实还是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因为整个环境是支持学习、成长、创业、就业的。当然5年前可能更好一些，但是经济的周期会一定有起有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好的一天应该也是不久了。对于每个年轻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一个就是要积极的学习，尤其是这个 AI 大模型的技术，一定要把它变成你用Word、用 Photoshop、用浏览器、用 Google、百度用的一样的，成为你的重要的技能。第二，我觉得一定要了解自己想做什么，做自己最爱的 ，Follow your heart。在这个环境里，不但有别的人跟你竞争，还有 AI 跟你竞争。你如果不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最擅长的事情，你怎么能够脱颖而出？甚至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做很长的工作而不被取代？第三，我建议积极主动是非常重要的。很容易一天的时间就被消耗了，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是会为自己争取机会，学习新的技术，找到新的路，不要太过于的满足于现状，不断的要帮自己未来设计很好的一个成长的道路。那做到这点就是一个终身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感谢和开复老师的这段对话。我和开复老师相识于2016年，这么多年，他与我亦师亦友。我从他身上感受到的不单是睿智、博学、谦逊、善良、温文尔雅，更能让我感受到的是他淡尽外表下的悲悯、同情，对家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对青年的关怀。我看是这些才是支撑他永远充满热情与斗志，永不退缩，从不停歇，一直与时间赛跑的真正力量所在。这是一种人生的活法，更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和力量。我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拥有这种力量，它会帮助我们去应对人生路上必然的风风雨雨。一如开复老师在战胜癌症后引用的美国19世纪传奇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那首诗：如果我能让一颗心不再疼痛，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如果我能把一个生命的烦恼减轻，或者让悲哀者变正经，或者帮助
一只昏迷的知更鸟，重新返回它的巢中，我就没有白活这一生。谢谢大家，我是葛龙，下一期葛龙博士会客厅我们再见。